欢迎回到投资硬总经。相信大家对于日立做的家电都不陌生，但是你知道它曾经是年度亏损几千亿日元的公司吗？今天这集就让我们来聊聊，从濒临危机到重生，日立转型做对哪些事。2008年因为雷曼兄弟破产引起的金融海啸，让日立数位媒体和消费产品、电力产业系统等部门业绩大幅衰退，导致2008年会计年度净损高达7873亿日元，创下当年制造业最大亏损纪录。换算下来，平均每天损失大概22亿日元。面对史上最大的危机，当时的社长川村隆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那就是在数据中心等资讯领域站稳脚步。他首先善用数位技术重新分配公司资源，也更重视海外市场。基于这个核心方针，日立还卖掉了有御三家称号的上市子公司，分别是日立化成工业、日立金属、日立电线，并把卖子公司得到的资金转投资在成长领域。这样大刀阔斧的转型并不是没有遭到质疑。东洋经济周刊就还原了2021年1月日立制作所常务理事德永俊昭在董事会提出收购案的场景。当时他想收购的是美国新兴的数位工程服务业者 GlobalLogic， 而大家的困惑是，一家营业额只有1000多亿日元的公司，为什么要用1兆日元来收购它？德永的理由是 GlobalLogic 的主要客户都是全球企业，可以帮助日立推展数位平台 Lumada 打响国际知名度。2021年3月成功收购之后，双方开始磨合，经营也渐入佳境。2023年度 GlobalLogic 的营业额还比前一年成长了 22%。 这桩并购案除了对日立的业绩有所贡献之外，也让这家传统的百年企业学习到如何整合异国企业文化，并走向全世界。经过了10年努力，日立可以说是脱胎换骨。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度日立集团的净利来到5898亿日元，2024年度也有机会再成长 2%， 达到6000亿日元。日立近期的股价最高也突破了4000日元，5年涨幅大约4倍，市值则达到18兆2959亿日元，排名日本第4。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表现？日立社长小岛启二接受东洋经济周刊采访时说，我们割舍了上市子公司，而且花大钱并购美国的 GlobalLogic、 瑞士 ABB 公司的输配电部门。投资人原本并不看好日本企业许多大型的海外并购案都失败，但是我们做出了成绩。除了并购和集中资源的策略成功之外，选对方向也是关键的原因。怎么说呢？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要来抽奖咯。活动期间，只要订阅财讯频道并留言财讯50生日快乐，就有机会获得一箱财讯50周年的纪念乖乖。要让大家股市乖乖，获利也乖乖。我们提供会员20份、非会员10份的奖品，偷偷告诉大家，会员中奖几率真的很高。现在就加入频道会员，留言财讯50生日快乐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抽奖结果将于12月25日公布，说不定幸运得主就是你哦。日立目前的业务结构主要分成3大领域。第一，数位系统及服务，包括资讯系统的架构和营运，协助金融机构、政府机关等数位转型。2023年度的营业额占比大概是 28%。第二，绿色能源及移动，包括了铁道、电力、核能等，实现零碳社会，占比 33%。第三，互联产业，包括工业机械、机器人、家电、半导体制造设备等，以数位技术推动产品互联，占比大约 33%。 这3大业务和目前市场的投资主轴十分吻合。例如数位转型在疫情爆发后，迫使企业不得不全力发展。又例如绿色能源，日立先前决定撤出核能和火力等发电计划，并决定集中资源在输配电事业，原因就是看好减碳需求将大幅增加。另一方面，再生能源发电量容易受到天气影响，需要稳定供电的设备，而数位管理电力的智慧电网就是日立的专长。再加上日本也在发展风力发电，输配电网需求庞大，到今年6月底为止，订单金额达到 5.5 兆日元，大约是3年前的3倍。此外，生成式 AI 流行导致半导体和电力不足，这些对日立来说全都是商机。日立向来擅长的铁道事业成长幅度也非常大，2022年度营业额达到7360亿日元，
12年内大约增加了5倍。而且6月收购了法国最大国防电子业者泰雷兹公司的交通系统部门，让它的服务再升级。铁道部门营业额已经超过1兆日元。日立也很重视股东权益，由于之前卖掉子公司，账上现金增加，过去6年内的资产出售金额达到 2.5 兆日元，因此回馈股东。2022年度买回自家股票2000亿日元，2023年度再买回1000亿日元，现在又要加码，从4月底到明年3月底再买回上限2000亿日元的自家股票。同时日立还决定分拆股票，以6月30日为基准日，一拆为5，希望降低投资门槛，让更多年轻人买得起。目前分析师看法是，日本很少有改革这么成功的企业，因此颇受外资青睐，甚至还觉得现在股价被低估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年3月底，外资持股占比首次过半，达到了 51.1%。而同时拥有高科技电力设备和基础建设的公司非常罕见，这也是日立受到重视的关键。例如需要维修工厂时，可以透过 AI 来作业；管理铁道时，则能够靠 AI 来提高行政效率或节省人力。目前日立生产设备等有形资产的比率正在下降，软体等无形资产的比率则在上升。换句话说，经营重点已经从商品转向服务，而且从重电股变成 AI 股。至于台湾消费者爱用的家电，负责的是子公司日立全球生活解决方案公司。洗衣机和吸尘器在日本市占率第1，空调第3。不过以东南亚和中国为主的海外事业则开始放出经营主导权，而原因也不难猜，就是中国品牌以低价取胜，市占率在持续扩大。今年4月，日立将医疗设备部门整合在日立高科技公司旗下。社长小岛启二指出，从技术和科学的角度来看，日立高科技可以说是最像日立的公司。日立科技的测量和分析技术最适合应用在保健、生技等领域，因此未来希望集中投资在此，养成继数位和绿能之后日立的第3大支柱。财团粉丝们，您认为日立转型做对了哪些事呢？ A. 卖掉子公司，获得资金转投资。 B. 集中资源，大力并购，走向全球市场。 C. 选对方向，立足 AI 与绿能领域。留言告诉我们吧。今天的投资鹰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，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，我们下次见。